冯26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小冯。女嘉宾小王30岁，同样来自黑龙江，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小王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主持人好。主持人好。你女朋友？对。谈了几年？1年多。你比她大是吧？对。想结婚吗？想。今天是因为奔结婚来的，还是奔什么来的呀？结婚是一个因素，还有一个就是有点小毛病。谁有毛病？他。我没毛病，我挺好。来说说他有什么毛病吗？他养狗。养狗那不能说人有毛病。但是我对狗过敏。真的是你有毛病是吧？对吧？过敏是你的问题。他家养的狗特别多，养了几条？10多条。哇！然后每年冬天的时候会给那个狗买衣服，一条狗1件衣服，他都没给我买过。不一样，那狗，咱家那狗都剃过毛。你说冬天你不得给它勤制衣服啊？再说也没说不给它买衣服，就是我俩平时逛商场的时候，然后就领它上商场，看上了我说这个喜不喜欢？不喜欢。那个喜不喜欢？不喜欢。给它也不要啊。那我不喜欢是我不喜欢，你买不买是你的事儿吧？再说现在商场就是买了它也能换呀。那来回多费时间呢。还有就是那狗吧，有一次我感冒了，然后上那个他给我找了小诊所打针，我打了7天吊瓶，刚花了500-600块钱。那时候赶巧了，他家狗也有病，人家上宠物医院1天花500-600，打了10多天5-6千没了。你当时那时候小感冒是吧？小感冒，再说我给你找都认识人，都对症下药，打2天就好了。那本身就没多贵。那狗那不一样，那狗本身它就是。你1天3电话给你爸打，咱们家哪个小狗吃没吃，怎么地？你问我吃没吃饭了吗？那狗本身你小的时候你不得照着点吗？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这没事要是这感冒了什么的，他会问，哎，你吃没吃药啊？现在压根想不起来了。不一样，狗小的时候你必须得照顾点，因为狗这细菌吧比较大，一刚出生的时候狗啊一整就得细小啊、分肠之类的，这个得完了就不好治。你说咱自己又治不了，只能上医院治去，本身就消费就大一点。还有就是你本身就不爱收拾屋子，你说你养了那么多条狗，那个狗吧太祸害人了。上次他们家新买了一套沙发，那狗把那沙发掏的，一共就3个膀。掏没了，这个狗然后他还不懂事儿，他每天都撕这么一大卷的纸，他一撕就剩半卷了，那还能用了吗？那你这狗一小时候你不得慢慢训练吗？你看狗大了不就好了吗？你不得等它成年吗？是，就跟人一样，孩子一小时候你要如果不教育，他不也逃吗？平时就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一句你能顶出3句来。哪有这事儿？多听话。养了多少条啊？还有10多个。这大型犬、小型犬啊？都是大型犬跟中型犬。都是什么品种啊？金毛啊、拉布拉多啊、萨摩啊、阿拉斯加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你们家有多大的院啊？家院不算太大，以前我是租了一个平房，是专门养狗的。啊，就是你现在跟狗住在一起，是还是不是嘛？因为是吧？有很多人其实就租了个院专门养狗，就住在那院里，那就算狗和人住在一起了，是吧？对。这上面说是自由职业哈。对。我再问一句，这自由职业是不是就是以狗为生啊 ？No， 我不以狗为生，我平时也就是干点散活，然后开个出租。哦，你的本职工作是出租车，对，养狗是你的爱好。对，我这狗没有卖的，没有一条狗是卖的。你是一爱狗人士，对吧？算是吧。不是算是，一定是啊。特别喜欢。刚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，我说为什么我总过敏？我说一跟他见完就过敏。后来我去完他家之后，我就发现了，我说啊，原来是因为就是他身上可能会有狗毛什么的。所以按照白老师的这个没有，现在不是每天上你家之前，我都提前洗衣服、沐浴更衣吗？比见皇上都难呐！那家伙一天洗4天，都快洗出了皮了。关键你衣服你不洗呀？那不也换吗？勤换吗？你什么时候知道你过敏的？对狗毛过敏？我以前就差不多。小的时候没太注意，10多岁吧，然后那时候家里有很严重吗？挺严重的，就是看过大夫吗？脸会很严重，看过。有办法治吗？没办法。就是你跟狗就是天敌了。
是这意思吧？因为就为了跟他在一起，我也试过去养，但是养不了，然后试过抹那个药膏之类的，然后也不好使。换而言之，就是说在你们家，如果你们俩想成家，就有你没狗，有狗没你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咱把这事儿问清楚啊。这个我们两个也私下就说了，然后我说，那你那个你把狗都送人吧，然后大半年了，10多条就送了1条。那我不也是在努力呢吗？那你这速度也太慢了。那你给狗送人的话，你是不是得找那些爱狗人士送啊？你不可能逮谁就送谁吧？再说咱家那些全部都是好品种。你们俩是怎么好的？我们两个是那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的，但是后来就觉着挺好的，就当天就玩的挺好的，就在一起吃饭什么聊的挺好。然后我朋友就说他挺好的，也挺孝顺的。然后我说那就是后来就连续的吃了几回饭，觉着也挺好。最重要的一次呢，就是有一次我上班，但是因为我父母年纪比较大，70多了。有一次我上班，然后我妈她那个感冒了，就挺严重的。然后就是我家这边还真没有谁在附近，我就想到她了，然后她就去给我妈他们送药什么的，然后就心里边就感觉挺舒服的。这小伙子是个热心人，是吧？对对对。打动了你。好，下面我还想问，你比他大4岁，对吧？30了。对。急着结婚吧？我还好，但是我父母特别着急。你到底是还好还是着急呀？有点着急。有点着急。26岁哈。打算马上结婚吗？主持人，我跟你说到这事儿还跟那狗有关系。之前谈到这事儿了，但是他说了，必须把这个狗全部处理完之后再研究结婚这个事儿。那还不是因为你跟狗是不可以共存的吗？那你大半年你就10多条，你送了1条，那你什么时候你把它们处理完？什么时候能处理完？什么时候能谈到结婚的问题啊？你不可能说逮谁送谁。再说，你像小狗啥的有病菌啥的，你都得给人消毒完处理完了。你既然说送人，你得负起这个责任吧？你说你大半年送了1条，你剩那10多条，万一你再送2年呢？我是不是还得这么巴巴等着你2年呀？也不能啊，这还快。不是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，是也许送20年都送不出去呢。所以就是心里边不能，我也着急结婚，不能啊，不能。你有着急结婚那样吗？只不过狗没送出去嘛，你现在着急有啥用啊？不得一个一个事儿办吗？身在其中的人得难受死，最难受的应该是你吧？啊？挺难受。就是说他有什么好吧？会做饭，然后对老人特别好，就是特别孝顺。孝顺。就是我要是家里边就是像我妈我爸要是有点什么事儿，他肯定就是只要说不在外地之类的，就基本上90%吧都会就去，然后解决掉那种。我爸他们年纪大了嘛，肯定像上次我爸那个腿摔坏了，他就是上医院啊，就给背着上楼下楼的，然后打车什么都他花的钱。反正我妈他们就是超喜欢他，但是就总催说你俩赶紧结婚吧，不小了。真着急还是假着急？真着急！你看我在我们家，我这么大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。这个狗除了送出去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出路吗？问题就是我自己养的，我把这些狗都当做就是像自己的孩子、自己的朋友来那什么。我不想让他们就是变成一种就是利益之间的那些关系。我这么喜欢养狗是吧？我真的就开个宠物店以此为生呢？但是我就在宠物店里头，那我回家的时候我就洗干净我就回家呗，狗不带进家。你把人和狗分开养，就是分开的话，但是它这个过敏相当严重了，就是只要说我身上有一点吧，然后它就是只要一接触，那满脸就是起那些就是像小疱疹似的那种。但它也为我付出，我这说的是实话。他特意跟我提，他说，要不我也养条狗试试吧。然后我们特意上我朋友的厂子，然后他自己选的品种，然后当时回来的时候他也很歇欢，又给洗澡啊，又给喷香水啊，整体吹毛啊，手这些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女生曾经试图为了你们俩的爱情，她去改变自己。对。但是她又跨越不了生理的这道坎儿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也就养了能有2天呢，那脸就是肿起来了，就全部都是那个。其实我也蛮心疼的。所以这事还蛮难弄。也就是说，咱真的没办法说人狗分养是吧？人狗分过，这做不到。没有，我现在都寻思了，就是既然能选一个的话，就是我当然会选择它。那就没事了。然后
只不过是他现在在愁，就是我这狗没有送出去，再有就是没有提结婚的问题啊。其实说实话，我爸就做的挺明显的，不挺支持咱俩的吗？不是你爸，他又不嫁你爸，我问你愿不愿意？没有，我爸就相当支持，因为我这狗送出去难，我爸就是每次出去遛狗就是成群10来条一块遛，他出去一回就丢一条，出去一回就丢一条，多配合你啊！啊，你看丢快丢没了，要不这窝马上要下了，我告诉你都没有10多个了。所以这应该怎么办呢？是个难题啊。女生，你的底线是什么时候？就是等这男人等几年啊？我给他时间了，我说你给我一个时间，他不给我时间。你说个底线嘛？比如说我再等个3年。我等不了，我现在已经30了。啊。那你还能再等多久？你的耐心最大到什么时候？最多也就是半年、1年那样吧，1年之内。啊，1年以内你能娶她吗？能，必须。那不就没事了吗？做得到吗？争取。你看看，你就不能追问这件事。你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太痛快了？好像私底下你已经跟我说过多少次了吧？问题咱这狗不还没处理完吗？还是狗还得处理这狗吗？啊，你咋的？说送出去，反正我就怕说把我这些狗啥的送出去。其实送给就是热爱狗的，就是喜欢狗的人无所谓。他养就是狗到他家没准更想孵，在我这群养，说实话吃的不好啥的也挺那什么的。但是送出去的话，他想让孵了，但你也得找个爱狗的。你说像我们那家狗贩子特多，你不能说他过来把狗领走了，事后倒手。喜欢狗对吧？嗯。在街上碰到了受伤的流浪狗，你会抱回家？会吗？会啊？会吗？会。一定会吧？对，他一定会，所以这就是最潜在的问题。他不是没干过这事儿。所以这狗送不送，就是全把狗送走了，你可以送绝家里的狗，你不可能杜绝在他未来的生活里面，他在路上碰到了一只可怜的这个流浪狗，他把它带回家呀。那个时候又怎么办呢？所以你们看怎么解这个结吧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白老师啊。我也养狗，我们家有2只小狗。之前呢，我以前养的一个狗因为生病老去世了。去世了之后，我也说再也不养了。但是我真的特别的难过。然后我先生看我特别难过，我先生就有一天就说，要不然就再给你养一个吧。因为我工作特别的忙，我们家只要养东西，一定是给他找活儿。所以他主动说这个，我想你能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，因为他对，他爱你，他爱我，对吧？对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能不能爱屋及乌，这种事情是一定会可能发生的，因为只要有爱在。但是你们有一个如此之大的这种生物的一个难关，这是攻克不了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说能改变的就只有是他了。可是我们看一看这个孩子，他养10几条狗，养狗他满足的是人的什么一种心理需求呢？首先，绝对的控制的满足，因为我让狗干嘛它就干嘛，我允许它出去玩去，允许它现在去外面去大小便它就得去，我不允许它就得在那儿憋着，这是一个绝对的控制。还有就是完全的依恋的这样的一种体会。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你的世界很丰富，但你是我唯一的世界。这就是狗它的一个心声，它离开了你，它就离开了所以我在这狗面前，我有全能感，我有最至上的那种价值感的体验。我也接触很多的爱狗人士，去收留救助很多的流浪的动物。那么这些人他内在的一种什么想法？他觉得，因为我看不得弱小的生命是没有被保护而自生自灭的。所以为什么看不得？因为我自己内在的弱小的生命，如果是没有人看到自生自灭的，我就会很恐惧，我就会很焦虑。所以我要去救助跟我一样内在弱小的这样，或者内在孤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。所以表面上是一个看说是宠物的问题，养1条、养2条是宠物的问题。我觉得养10几条不是宠物的问题，而是他内心有太多的情感的或者是价值感的这种缺口，是需要通过跟这个动物的相处来去补充进来的。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你能够去满足他的。那么小伙子，这个女孩子等不了，她30岁，你要不能给她，不要勉强，否则你会
不仅害了你们俩，也害了你那10几条那么可爱的小狗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白老师。来，曲总。我觉得对于一个养狗的人，其实狗不是狗。真正爱狗的人，狗是毛孩子，它是一个孩子。如果当让你做出选择，孩子和另外一个人去做选择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。男生，我问你啊，关于你女朋友的这个病，你有没有带她去过很多的医院看？看过，西医、中医全部都看过，就是解决不了。所以这就是很现实、很残酷的状况摆在你面前。你到底是放弃毛孩子，还是放弃他？就是这样。这其实已经脱离了所谓我们情感上的一个问题了。你要对谁更有依赖和更爱，其实在我看来，现在你已经做出了选择。你选择的是毛孩子。如果你明智，女孩聪明，此时早就应该提出分手了，非常友好的分手。就是那句话嘛，有时候分手也是一种爱。女孩，我问你，你深爱这个男孩吗？好，你能忍受让他失去这些毛孩子的痛苦吗？你愿意看着他这样吗？这是很痛苦的。而且刚才赵川有问嘛，好，就算我10几条狗已经都送出去了，但就看到路上的可怜的流浪狗，他心里会很痛，他会想到自己送出的那10几个毛孩子，那会儿怎么办？其实女孩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智慧。到底是至于我爱的人痛苦的这种处境，还是说索性我们长痛不如短痛？真的，我觉得如果在于已经竭尽全力了，双方做出努力了，但是还是无解的话，那何必彼此痛苦？是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。狗表示很委屈，我什么时候成了第三者？也许在狗的心目当中，这个女生才是第三者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其实这个女生在舞台上的表情非常的矛盾，她又像笑，她又不像笑。你说她像哭吧，她又哭不出来，就整个表情当中是那种酸楚、尴尬和矛盾。酸楚在于自己欲罢不能，想爱但爱不了；尴尬在于为什么别人谈恋爱很正常，我恋个爱却把我跟狗放在一个水平线上比；而矛盾在于已经30了，不嫁不行了。但是我想告诉这位姑娘的是，我们在爱情生活当中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。什么错觉呢？就一个人是一个爱狗的善良人士，是一个孝敬老人的好男人，但并不一定是你的好丈夫。所以你扪心自问的你想一想，这个男人真的适合做你的丈夫吗？他可以是一个养狗的好邻家大哥，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孝敬老人的好小伙子，但他适合做你的好丈夫吗？不一定。人是一个多元的复变函数，是一个好男人的同时未必是个好丈夫，是一个好丈夫的同时未必是一个好儿子，是一个好儿子的同时未必是个好同事。不要搞混，他不适合你。而对于男生，喜欢狗和喜欢人相比，前者更容易，你耐心付出就可以了，但喜欢一个人就比较难。狗不会想太多，你给它吃饱，你给它穿暖，你逗它玩，它的快乐是很简单的，但是人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。所以说，为什么男生其实在心目当中他会更爱狗而少爱人呢？他们经常的话语是这样的：人嘛，自己会照顾自己，对吧？病了自己会去看病，冷了会自己穿衣。狗会吗？狗不会，所以我要帮助它。所以你在狗的面前的价值感更强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你别忘了，你是个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爱狗的能力远远超过于爱人的能力？
你能爱好10几条狗，你爱不好一个人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很赞同徐伟的话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赶紧分手。以往我们录这种节目得出的结论就是，你找一个跟你一样喜欢爱狗的，没准比你还喜欢养，你们俩跟狗每天玩在一起，一起吃一起睡，你们觉得很快乐，那种快乐是属于你们的快乐。别人理解不了没有关系，尊重你的选择，尊重你的生活。而对于女生来说，很简单，就是那句话，它不适合你，你何必要做它与狗之间的第三者呢？好吧？挺幸福的，真的就是你属于特别幸运那一类啊！我说你是幸运的在哪儿？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问题，大家在探讨的时候，总是容易站在各自自己的立场，对吧？你站你的立场，他站他的立场。我觉得你最幸运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你们俩面前有一个不能跨越的理由，是一个天然理由。男生啊，就这样，就是每个人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生活就好了，你别再拖着人家了，你明白吗？就是真让你放弃养狗，我觉得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残忍。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那个特别喜欢狗的，我们身边这种例子也有啊，对吧？女生比男生大好多岁，男生还特别帅，女生就喜欢养个狗，男生就喜欢各种宠物。录像的路上，男生捡个猫，就那么小的小猫，两个人就能把它养起来了。人家就结婚了，就生娃了，家里面养很多狗，见到什么这个猫猫狗狗，所有的宠物，只要是被遗弃的就往家里带，那活得开心的很，娃也带得不错。你就让他过那样的日子，我相信他一定是开心的。姑娘是好姑娘，小伙是好小伙，没办法。来吧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如果要是狗跟你之间选一个的话，我选你，因为跟你在一起，我是真挺开心，而且我享受到那种被照顾的那种幸福。你什么事儿给我忙前忙后，照顾的我那什么，其实我感觉这就是幸福，最简单的幸福。其实我要求的并不多，我就感觉，如果要是真能就是给他们找到好人家的话，我真可以放弃，然后跟你好好的在一起。我也想过结婚，我也想过，说实话，如果要是狗真送不出去的话，咱俩出去买房子，咱俩单过，然后狗交给父母养，因为家里父母也是喜欢狗的，咱只要把狗脱离开就行。如果我想什么，我可以回家去看看。其实没别的，我就是想跟你好好在一起。哎，其实听着心里挺替你难受的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我们其实说的时候，心里其实也挺难受，谁不难受啊？谁不纠结啊？你碰到这种事儿的时候都纠结嘛。但是你还真得从长远的考虑和想，因为这种爱好是一个生活细节的爱好，而这个细节恰恰两个人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那么多年，它很难改呀，很难养成啊。你就这么手一牵他就过敏了，你说你爱他，你心里多难受，脸肿得跟八戒似的，是吧？让他们自己再去考虑一下吧。电视机。去年年底，支架已经有可降解的支架，就心脏支架，就玉米做的可降解的。他们说在近10年内弄点什么纳米机器人啊，去到血管里面帮人治疗这件事儿也差不多就很靠谱了。随着基因的研究，这个对过敏源的治疗也有可能有新的突破。等到那一天吧，在那一天没到来之前，你还真需要和狗先说拜拜了啊，因为你要娶它，对吗？对，啊好，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哎呀，
对，好，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，各位请见证。我会对你好的，嫁给我吧。是令吧？蔺相如嘛。请亮灯，回吧。礼物。谢。在爱里全是